大家应该看过一个神话故事《白雪公主与7个小矮人》。那么，小矮人是否真的存在？在昆明这个大山中，真的有一个小人国，里面大概生活了100多个小人，就比较矮，高度不到1.3米。现在我们去看一下，这里也是一个景区，门票是100块钱。这里现在是一个景区，相当于是一个小人国主题公园，生活着100多名小矮人，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侏儒症患者。他们之中最小的大概18岁，年龄最大的已经年过半百。虽然现在社会包容又很开放，但是很多小矮人、侏儒症患者在生活和就业仍然受到很多歧视，他们一般是找不到工作。故而为了打造属于自己的王国，很多小矮人、侏儒症患者聚集到此，建造了一个平等、互助、友善的小人国。他们凭借自己的努力，为来这个地方的游客进行表演，并以此养活自己。那么可能很多人会说，他们在台上表演，很多人可能感觉像当猴看一样，其实这样是不对的。因为在其他地方他们可能找不到工作，但在这里呢，相当于一个艺术表演，能够养活自己。他们在这里呢也生活得很快乐，没有歧视，能够做好自己。所以行走在这个小人国中，会发现这里真的是一个童话般的世界，所有的建筑都是仿照童话故事进行改造。而这些小人国成员的服饰也有很多不一样的，比方说公主服和王子服。我们刚才也说了，7个小矮人与白雪公主在这里每天都会有表演，像舞台上面就是4个小矮人、小女矮人在表演，这个也是他们的收入来源之一。大家觉得这个舞蹈跳得如何？哦，是5个人，我一开始看错了，我以为是4个人。在这个小人国，不单单是有小矮人，连这些骑的马也是矮小的马，就是相当于跟他们匹配的。那这些马也是用来表演用的，因为小人国它是有将军、有国王，他们出巡或者表演的时候都骑着马。东王子艾森凯尔，在这里还看到有人在高空表演，相当于是踩钢丝绳一样的，我感觉挺危险的。他今天将在大家头顶上方这根细小的钢丝绳上挑战高难度的行走钢丝，看着好危险，好刺激。他要走来回的，这个是往回走的，他头顶上还放了一瓶水，这也太厉害了，确实佩服了，走钢丝啊。在这个小人国，可能最让人喜欢的就是这个表演，因为小人国是采取的国王制，他们会推选出一位比较有威望的长者担任国王，处理小人国内的诸多事宜。那么他这里现在就是一个表演，国王要出巡了，相当于国王去视察他的领地。那看到这个画面，是不是有点像一支部队要出征了？确实看起来很生像，因为他们都是身穿盔甲，头戴头盔，然后国王呢可能就准备去阅兵了，视察他的部队，是不是非常相像？这个场面就相当于国王一直在训话。那在这个小人国，像国王或者跳舞这些人也算是有一技之长，他们这些矮小人在这里呢也是可以学习的。这个国家的国王终于出来了，国王你看挥手致意，那些下面演绎的小矮人就是在向国王呐喊，这跟影视剧演绎的差不多，看一看还挺有意思的。表演之后也是快到中午，这些矮小人就准备吃饭了。明显的我们也可以看到，他们基本上都在1米左右，可能很多人还不足1米，最高的可能就1.3米吧。不过他们现在统一生活在这里，其实也算是挺不错的了。在旁边还有蘑菇村，所有的房屋都是由泥土搭建而成，外表涂成了各种各颜色，远远望去就像雨后破土而出的蘑菇一样，它们外形奇特，里面也是暗藏玄机，就相当于是这些矮小人就在这里面生活，就在这里面休息。现在是中午时间，不知道他们是去休息了还是在哪里，这个门都是关着的，没找到。来游玩的人还是挺多的，这个小矮人是不是像童话故事当中的那个？在网上关于小人国的说法各种各样的，但是我个人觉得，起码这个小人国解决了这些袖珍人他们就业
生活的问题。他们平时除了表演，在闲暇的时间可以自己种一些花，和同事聊聊天。在以前没来小人国，可能这些他们都是无法想象的。小人国里面大家都是同样的袖珍人，大家能够很好的交流，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解决了袖珍人结婚的问题，因为在这里有男有女嘛，那么就有很多小矮人在这个地方找到了自己的爱情，然后成家。在这里生活的这些袖珍人，他们也这样评价，这里简直就是天堂。有一些矮小人之前一直过着四处流浪的生活，经常被别人嘲笑，但是来到这里呢就不会了。在这个地方充满了欢声笑语，大家都过得非常关心。小人国的存在让大家都有了一份固定的工作，就算他们身患残疾，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自己的工作，也能够得到大家的尊重和敬佩。就像我来到这个地方，看到他们在这里表演，我也其实也挺钦佩他们的，向他们致敬。当然，这里的小人国跟我们神话中看到那个小人国还是有区别的。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个小人国也许就是你心中的那个小人国。